赵大人，赵忠诚，赵大人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有什么事不能明天谈？那个海瑞不能再审这个案子了。为什么？再让他审下去的话，大明朝就让他给剿了。他都干了些什么了？私自审案。 而且有一把案子往宫里扯，你去调他今天晚上审案的卷宗看看。他不是在审郑必昌和茂才，他是在审制造局，在审宫里的事儿。明天我可以调案卷看，不能等明天了。你今天晚上立刻上书，免去他陪审官的职位。啊，这我不能。 我、海瑞、王用吉都是皇上钦点的问案官，除非他们有偏袒侵犯、徇私舞弊的行为，我才能参奏。这个时候要我参奏，我没有理由。朝廷来了那么多人，还有欲望，都不会答应。杨公公。 赵忠诚说的是理，那就让他那么搅下去，搅到老祖宗头上，搅到皇上头上，是你们担罪，还是我担罪？我就是皇上。 就是老祖宗派到浙江来的一条狗，我得看住这个家。你到底上不上书？赵贞吉，既然这样，杨公公，你也可以上书嘛。我，哎，杨公公。 杨公公身子不适，还是回府先歇着吧。你不残害人也行，那就得让郑必昌和茂才去死。这两个祸水不能留啊！留着他们，亵渎了皇上的圣命，亵渎了皇上的圣命，让他们。 在牢里自己了断了。杨公公，自是体大。今晚，就在今晚。记住了，赵大人，安排人送公公回去吧。来人，用软轿送杨公公回织造局。是。今晚，此事体大，此事体大。二位钦差，你们觉得该怎么办？难办。难办也得办。二位是宫里直接派来的，办这种事有阅历，你们。 替我出个主意。郑必昌和茂才是不能留了，杀他灭口。这么大两个侵犯，谁敢杀人灭口？我说的不能留，是说他们不能留在浙江了。赵大人，你点一队兵，我派2个弟兄，连夜将他们荐送京师。 我不能这么做。圣旨是叫我审他们，并没有让我把他们荐送京师。赵大人，杨公公所担心的不无道理。海瑞要是把郑必昌和茂才逼急了，像疯狗一样咬人，你我都交不了差。那我
可以把他们换一个地方拘押。这几日暂不审问。二位可以立刻把情形急地呈报宫里。朝廷有旨意，我们就按朝廷的旨意办。今晚我就派人向宫里呈急递。赵大人，让那个海瑞别再审钦犯了。来，快！你们两个快去打点水，快！哎呦，哦，风！哦，停了，干爹不要风。二师兄，还是请郎中吧。想我死吗？干爹饶命，儿子不敢。干爹饶命，儿子不敢了。干爹，儿子们都想您老活100岁呢，都想把我拖进去死，我却死不了。师兄，啊，干爹，想咱们死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。咱干爹呀，是老祖宗的人，是万岁爷的人，诸神呵护，且不怕呢。啊，说得对，你就是我的护国大将军，还有他们，啊，他们，你们啊，都是我的总兵、残将、总兵。你是残将，干爹说的对，我们干爹护大将军，有我们护着您呢。您安心睡一觉。活该！干爹，都死了，谁死了？都死了，郑必昌和莫才都死了。干爹，没有谁死啊，没有谁死，死了。他们刚才还来过呢，你们没有看到吗？我好像有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我看见了，在门口不敢进来。不对，那是什么？啊！干爹，干爹，进来了，就坐在那儿。是进来了，不过呀，后来又被儿子们赶出去了。赶出去了，一定要赶出去，赶出去啊！干爹，您放心，来一个我们赶一个。是，不怕。我们怕过谁啊？我们谁都不怕，我们谁都不怕。干爹，快来扶我！干爹你醒醒！干爹你醒醒啊！别吓着我们啊！干爹。中丞大人，军需全部押运完毕，可以起航了。这些军需，限4天内押送到胡步堂大营，迟误1天者，斩。是。你去吧。是。
你们这么快就把军需送到了，辛苦了。赵忠诚有死命令，限我们4日一定到齐。你先带着押运的官兵去永范，明天回杭州。我有回文要答谢赵忠诚。是。来人。军需粮草运到了，立刻送往戚将军的军营。是。部堂，王叔办来了。叩见部堂大人。说吧。部堂，你那几个亲戚没有走成，他们跟巡抚衙门和织造局衙门签了约了。这次运来的这批军需，就是您那几个亲戚交给巡抚衙门的定金筹办而来的。去吧。是。嘉靖40年夏，在胡宗宪的部署下，戚继光率戚家军在浙江义民的协助下，从陆海分2路攻击倭寇驻于温岭东南海面的水战。报告戚将军，我船已进入炮城。解救百姓1200余人，生擒斩杀倭寇头目五郎、如五郎、剑如郎等数百人，缴获倭船11艘，
取得了当年抗倭第6次全胜。胡部堂，仗已打完，击沉倭船6艘，重创11艘。我军损失如何？战场正在清点，我将士伤亡应不在少数。此役要不要向朝廷报捷？何解之有啊！齐将军，属下齐大柱违抗军令，甘愿受罚。你是海知县送来的，齐将军今天不斩你，也不怪你，换了我们，早就立刻斩了。齐大柱，你是愿意留在军中，还是回去？大柱就是死在阵前，也要跟随齐将军杀倭寇。若要成为一名好军人，就带着弟兄们好好的去学军规。是。梳头吧。尽量说吧。禀忠诚大人，杨公公好像……你说清楚些。我得看出真相。杨公公好像确实是疯了。你到底上不上说？你亲眼看见了？没有看见，但小人知道他疯了。那怎么知道他疯了？回忠诚。小人这几日便一直守在织造局门外，催等杨公公出来。今早杨公公贴身的高太监见了小人，说了实话，静一堂大夫会诊了，确诊杨公公疯了。整日里说些吓人的话。都说了哪些吓人的话？回忠诚，那太监没说。海知县和王知县到了吗？回忠诚大人，已经到了，正在大堂等忠诚。请他们到这里来见我。回忠诚，不是要先在大堂拜圣旨吗？今天还有谁当值？回忠诚大人，还有小人当值。办2件事。第一件，给这个书办把这个月的禄米结了，待他今天就离开巡抚衙门，不再录用。怎么？你也要反问我为什么？不敢，忠诚。忠诚大人，小人犯了什么过错？大人要开了小人的缺。传我的话，告诉在衙门里所有当差的人，今后凡是我吩咐的事，有敢反问的，当即开缺，不再录用。
是。站住！再通告下去，凡是对上官不敬者杖一时，罚掉当月禄米。带他下去杖一时，这个月的禄米也不要再发给他了。是。再告诉他，衙门里的事，敢说出一个字，立刻拿下。是。请海知县、王知县来。是。不换官服了，打一盆热水来。是。参见忠诚大人。看了一夜的案卷，也来不及换官服，大家就不要拘礼了。足下就是海知县。回忠诚。是。幸会。二位请坐。因杨公公这几天一直没露面，北镇抚司上差也没到吧？我们先在这里边谈边等。禀忠诚大人，北镇抚司的上差到了。哦，快请进来。是。这几日一直等杨公公，他却不露面，不能拖了。看起来只好由我们3个钦点的问官和4位上差，一起先行拜读皇上的谕旨，然后再请你们将圣旨给杨公公宣读。拜了旨，案子也怕办不了了。为什么？杨公公疯了。有这样的事儿？谁时的家产牵涉的案子，许多地方都要问织造局才能知道。杨公公这一疯，这个案子恐怕就只能放一放了。案子的事儿，等过后再说。拿官服，我去看杨公公。你们2位先到官驿歇着，案子的事等我通知吧。那个海瑞不能再审这个案子了。你们都出去！出去！是。寅时才睡的，没想到一觉醒来，天儿又快黑了。你们都等了很久吧？听说杨公公身子有些不适，让大夫诊过脉了吗？没有什么不适。什么事儿能让我的身子不适？有谁能让我的身子不适啊？外感6淫，内伤7情，是人都有生病的时候。公公，还是让大夫看看吧。你们都别指望我病我死，没有我哪有你？杨公公，你认仔细了，我是谁？够了，沈医师。我刚来的时候，你才不到2000架织机。4年，才4年，你就增加了1000多架织机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你要发多大的财？我是来给你看病的，知道吗？这么大人，你带不走我。我身后还有老祖宗，还有皇上，诸神呵护。我劝你还有那个何茂才，离我远点儿。赵大人，
看来杨公公真的是疯了。杨公公，你俩好好歇息，我们走了。告诉老祖宗，告诉皇上，今年的50万匹丝绸，我准定卖到西洋去。新来的那个赵贞吉可不是个善茬，你们得防着点儿。来人呐！洗脸。是。请大夫了吗？静怡堂的大夫们这几天都来了，开了各种药，可药一送上来就被摔了碗。多几个人抓住他，灌药。按赵大人说的去做，这是为杨公公好。知道了。真风怎么样？假风又怎么样？他要是真风，你捅了天大的篓子；他要是装风，你也捅了天大的篓子了。就算把天捅个窟窿，我干的，不干你的事。哎，这是怎么说的？你把天捅破了窟窿，能不干我的事吗？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这个案子必须要彻查下去。这个可不像你那天晚上说的话。那天你要是听我的，不去提审郑必昌和茂才，你有退路，我也有退路。可这一提审，把他逼疯了。这个案子要是不彻查下去，他们会以诬陷织造局的罪名，反过来对付你。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只能背水一战。识人难呐。润莲，你知道那天晚上我是怎么看你的吗？怎么看我了？世故。润莲，哎，我求你件事儿。什么事啊？下面的案子你就不要过问了。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样的话？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孔子曰：“交友无不如己者。”我海瑞半生无友，说句大言，实在是无可交之人。这次到浙江，我十分幸运，交上了2个远胜于己的朋友，一个是李时珍李先生，再有一个就是你王润莲。你们2个都可以寄心腹，托死生。高峰兄啊，你太高看我了。要我干什么？尽管说。请你照顾家母和我的家人。啊，事情应该不至于此吧？织造局打着宫里的牌子，干的好些事情，比郑必昌、何茂才还要坏，这个我知道。跟他们斗，我们就一起斗。还有赵中丞，只要我们3个人彻底查下去，胜败也在未定之间呢。赵忠诚会彻查吗？应该会，他毕竟是理学中人，而且是徐阁老的学生。润莲，你还是太书生了。书生自有零层骨，何况赵大人也是书生。错了，官做大了便没有书生。这件事我要彻查下去，最后能置我死地的不是织造局，而是赵贞吉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因为赵贞吉要干的，便是没有郑必昌的郑必昌那一套。看来，立刻给朝廷上奏。怎么上奏？把杨公公的病情如实上奏。怎么如实上奏？
那个海瑞不请示主审官，擅自提审钦犯，把案子往织造局和宫里扯，这件事该不该如实上奏啊？当然要上奏，可他也是钦点的陪审官，不能说是擅自。至于他是不是把案子往织造局和宫里扯了，我们在奏书里不做定论，只把他提审郑必昌、何茂才的口供附上就是。奏书我写，你们几位一同具名。好。朝廷让我们奉旨抄没沈一时的家产充归国库，郑必昌、何茂才却将他的家产卖给了徽商。赵忠诚明明奉有圣旨，为何不征？不但不征，他还在约书上签字盖印。原因只有两条：一，他是另外奉有密旨；二，他是在揣摩圣意，逢迎皇上。我料定皇上没有给他密旨，如果有，那晚他就不会让我去提审郑必昌、何茂才。他让我去提审，其用意就是揣摩宫里的反应。皇上护短织造局，罪责是我的，恶名是皇上的。皇上追查织造局，他既不得罪宫里，又可邀得清明，其用心比郑必昌更加可诛。严重了吧？他和郑必昌毕竟非一路人，也许是迫于宫里的压力，但至少不是为了自己去贪。没什么两样。郑必昌贪财，他贪名而已。一连几天，我审了钦犯，他都搁置不办。我们去见他，他却穿着便服在签押房顾事悠闲，这是有意在等几个锦衣卫来，让锦衣卫的人认准是我在追查织造局。他并不赞同。机心如此，今后他会干出什么事来，便可想而知。不查织造局，他就会逼着那些徽商产更多的丝绸，然后再半价从桑农手里收买生丝，讨好宫里，讨好皇上。但是国库依然空虚，百姓仍受盘剥。不查织造局，郑必昌、何茂才还有那些贪墨的官员便无从查起，甚至连今年5月毁堤淹田、暗通倭寇、陷害忠良的实事也无问可查。如此惊天大案，已经明发上谕，朝野皆知。如果让赵贞吉办如未办，此封一开，我大明朝更是无药可救了。赵忠诚如果真是这个用心，那这个案子根本就查不下去了。我也没想彻查下去，我就是想把他捅开，招之于世，朝野自有公论。因此，由我一个人干就行了，无需你跟着我去拼命。留下你，就留下了今后重审此案的人。润莲，孰轻孰重，孰易孰难，明白了吗？先审郑必昌，再审何茂才。大人，恐怕提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天亮之前，这2个犯人就被锦衣卫大人带走了。来人！忠诚大人，海知县一定要见忠诚，小人们挡不住。谁叫你挡了？为什么不禀报？小人们见大人一夜未睡，小人实在不忍心叫醒大人。
这一次就免责了。下回如果海知县来，立刻禀报。是。出去吧。忠诚大人，郑必昌、何茂才被转到哪里去了？坐吧。圣旨到浙江已经第7天了。忠诚，今天还不提审犯人吗？钦犯都抓起来了，他们的家也都抄没了。可有些案情如果不及时提审，钦犯就有可能串供，晚了就查不出真相。什么案情？今年5月，9个县同时决堤，是不是有人有意毁堤淹田？6月，关押多年的窝首井上14郎，从聂司衙门大牢出现在淳安县，他是怎么出去的？明知沈一石的家产要奉旨抄没，郑必昌、何茂才为什么还要把它卖给徽商？忠诚，这3条必须立刻提审，彻查原因。这些都要查。你既然来了，你先看看那个东西。叫我才是头等大事，这一仗大胜，其中你送去的淳安义民立了头功，我也要给你请功。卑职无尺寸之功。忠诚大人，况我是军国大使，可这是胡部堂和前方将士的事。我们应该做的是抓紧办案。办案为的什么？我们不办案，哪来的军需粮草供给胡部堂和前方将士缴窝？这一次，那些接手沈一石家产的徽商，及时拿出了50万两银子，他们也有功。忠诚大人，照此推论，把那些徽商请来的郑必昌、何茂才，是不是也有功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军国大使，照例应该由有司衙门供应粮草军需，沈一石的家产抄归国库，朝廷也就有了钱粮。徽商贱价收买了应当充归国库的那么多财产，拿出这么点钱来，他们有什么功？沈一石的家产现银不足2万，丝绸只有100匹，前方军情如火，3000架织机能够送给胡部堂去打仗吗？沈一石有25座作坊，100余家商铺，6万多亩桑田，就是作价卖给任何一个商人，都能为国库收回上千万的财产。东南抗倭，北边抵御鞑靼，1年的军需也都够了，何况今后每年，这些商家还得向国库依法纳税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这样做，而是还要把这些家产转归到江南织造局。哼，海知县，官场有句大家都明白的话，你难道从来没听过？请忠诚大人直言。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你也该收敛收敛了。我是主审，你是陪审，我提审钦犯，你在一旁陪问，这就是你该管的。抄没沈一石家产，追缴郑必昌、何茂才以下诸员的赃款，充作何种用途，都是你不该管的。你不经请示，便独自提审郑必昌、何茂才，我容忍了你。今天你居然管起我和胡部堂的军国大事来了，海知县，你虽然没中过进士，没有进过翰林院，可这点规矩也该知道。忠诚大人这番话，我就有点听不明白。难道说中过进士、进过翰林院的人，反而连圣旨都看不懂吗？圣旨明明让我们抄没沈一石的家产充归国库，忠诚却在织造局转卖沈一石家产的约书上签名盖印。
你是主审官，你是巡抚，一省之财用都归你管。但是正因为此，忠诚更不能违旨办事。身为奉旨陪审，规劝忠诚，依旨办案，正是属下职所当为。你知道倭寇在我浙闽沿海一带杀了多少百姓，毁了多少城池？你知道我军将士没有军需是在怎样艰难奋战？你的家人好好的待在淳安县，你想没想过被倭寇杀戮淫掠的百姓？我同意织造局把沈一石的家产转卖徽上为的什么？为的是立刻筹办军需，剿倭御敌。似你这等站在岸上观船帆，以博殖民，海知县，你不觉得自己大中四伪吗？忠诚，既然有这般忧国忧民的心，那就一切都好说了。